寄住在我家的表姐圣母附体，极寒末日来临，她在物业群里告诉大家我们家有食物。昏了眼的邻居们蜂拥上门，她把我们的所有食物全都拿去给分了。爸妈被活活饿死，她却偷偷藏了一柜子泡面，不愿意拿出来一包，还非要收留2个饿红了眼的男人进屋取暖。男人行凶之时，她把我推了出去，下贱讨好以求自保。我被折辱不说，还成了他们赖以果腹的食物，让他们度过了寒潮。而表姐活下来后，顺理成章继承了我家的房子和钱，还因为助人为乐的高洁善良形象被富二代看上，嫁入豪门当了阔太太。重来一世，她要当圣母，我让她当个够。今年天气比往年还冷，咱们多买点年货吧，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了。看着穿戴整齐准备出门采买的爸妈，我恍惚如梦，发现自己重生在了寒潮来临的前1个星期，他们出门囤年货的那天。而父母双亡寄住在我家的表姐李婉婷却瘫在沙发上打游戏，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食物还是要吃新鲜的好，又不是买不到。是啊，她嘴上这么说，可寒潮一来，吃的最多的就是她。她不仅自己吃，还把我们的食物都给别人，装好人换来个末日之花的称号。然后看着我爸妈被饿死，还说他们年纪大了，应该让出食物给年轻人一条活路。后来还收留2个恶徒，为了讨好他们，他把我推出去，也说食物要吃新鲜的，因为不知道寒潮还有多久结束，我成了他们圈养的食物。他们没有马上杀死我，而是每天从我身上取新鲜的肉下来煮汤，一刀一刀的生切，千疮百孔。我痛苦地求李婉婷给我一个痛快，她却一脸漠然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怎么能说去死就去死呢？你这样怎么对得起舅舅和舅妈？我这是在救你，只要你能熬到寒潮结束，就能活下来了。可明明放坏人进来的是他，推我出去的也是他，他却还要站在圣光里指责我，装好人，看着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我真想现在就弄死他，可为了他搭上自己不值当，还会连累爸妈，所以我打算等寒潮来临再收拾他。那时候死的人不计其数，没人会深究谁的死法。从噩梦中缓过劲来，我忍着眼泪走向爸妈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他们被李婉婷害死了，那就让表姐自己每天去买新鲜的，我们买我们自己的。说完，我穿上外套，拿上帽子，跟爸妈一起出门。门里传来李婉婷的声音：我爸妈要是还在世，我也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。爸妈心善，还在劝我：你姑姑姑父死得早，你让着婉婷点，她现在是寄住在我们家，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，委屈了她。每次她都拿这种话来对付我爸妈，不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说出这句话，爸妈必定会满足。可是她不配，养条狗还知道看家呢，她就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没吭声，爸妈现在还不知道李婉婷是什么玩意儿，吵架没有意义。现在紧要的是囤物资，准备好度过3个月的寒潮期。当初寒潮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以为意，后来又以为末日来临，丧失人性。但实际上，寒潮只有3个月的时间，只要熬过3个月就好。在那3个月里做尽坏事的人，却能在3个月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冰雪掩盖了一切罪恶，可凭什么作恶多端的人能踩着别人的尸骨享受生活？这一次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爸妈为了哄李婉婷，给她买了一堆爱吃的零食，我没搭理，自顾自的联系人采买肉和蔬菜，让人半夜送到我们家。这么冷的天，人家不乐意半夜送货，但架不住我给的多。我们家住1楼，买的时候多给钱带个花园，还有地下室。趁爸妈和李婉婷睡着，我让人把东西全都搬到了地下室。这里平时都是用来堆放杂物，家里人平时都不会打开，他们不会发现，里面主要都是李婉婷的那些破烂。这些年，她一会儿想学钢琴，一会儿想学吉他，反正别人干嘛她就非要学，不管花多少钱就死要，不给就说在我家寄人篱下，被舅舅舅妈虐待。结果最后买了一堆东西回来，最后全都在地下室吃灰。正好我让搬运师傅把这些垃圾全都清理出去，最后他这个垃圾也会被丢出去。现在地下室里全是满满当当的食物，还有取暖用的炭火，以及各种应急的药品。等一切结束的时候，已经快5点了。白天还有装修师傅过来，屋子得加固。寒潮3个月，人性的恶被激发到了极致，我得做好一切准备。囤货的事半夜还能瞒一下，装修是瞒不住的。所以我跟爸妈说发了年终奖，翻新一下门窗。实际上，大学4年我就一边兼职摆地摊，攒钱跟朋友创业。毕业后这2年，小公司已经收入稳定了，一直没说是怕李婉婷那个只知道啃老的玩意儿心里不得劲。现在听爸妈心疼我给家里花钱，她觉得自己被内涵到，阴阳怪气的说道：我爸妈留下的钱和房子够养活我了。再说工作哪有那么好找？你才毕业2年，手里能有这么多钱？不会是干见不得人的事赚来的吧？可别到时候丢了舅舅舅妈的脸。这不干净的钱装修的房子，我住着也嫌脏。一听这话，我火冒三丈，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往外拽，丢狗一样丢在了门外边，还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在我家白吃白喝，你是分币不掏，嘴贱起来是一套又一套。嫌脏你滚出去！你爸妈留下一堆外债都不够你还的，心里没点逼数。现在弄不死他，但不代表不能揍他。我关上门，李婉婷气得一顿发疯，
打不开门就穿着睡衣跑到小区里装可怜。从小到大，他只要一不高兴就跑出去哭，搞得好像被我们虐待了一样。路过的人看着他指指点点，他就摆出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，说自己早就没了爹妈，舅舅舅妈拿了钱，现在还把他赶出家门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们家是恶人。这次爸妈没有出去哄他，我妈都要气死了。什么东西，养他这么大就算了，还要诋毁我们家李儿。我花过他1分钱，替他家还了几万块的账，20好几了还在家里让咱们养。沈志云，你外甥女你自己惯着吧，我不伺候了。这些年，我妈为了我爸一直容忍李婉婷这个外甥女，着实有些厌烦。我爸也很无奈，要不是因为那点血缘关系，谁乐意当这个冤大头？至于李婉婷爸妈有没有留下东西，天地良心，他家一穷二白，爹妈死后还剩下一堆外债，只有一套破房子卖了几万块，还债都不够。要不是爸妈看不下去，其他亲戚又不接手，谁会管他？谁知最后养了个白眼狼，还反咬他们一口。最后李婉婷在外头冻得不行，还是舔着脸回来了，还要摆出一副清高不折腰的模样。等过完年我会找工作搬出去的，不会再麻烦你们。完事儿还买了几箱泡面回来，准备挺直腰板自力更生。笑死，这话他都说了不下100遍了，他自己信吗？不过他也活不到韩朝之后了。装修完成的当晚就下起了大雪，最初大家只是以为今年比往年冷一点，直到1个星期过去，温度降到零下几十度，所有人无法出行，物资短缺，抢都抢不到，部分地区开始停电，大家逐渐开始慌乱，嗅到了末世的气息。此时因为爸妈囤了不少年货，咱们家的食物还比较富裕，当然地下室里的食物也足够我们度过寒潮，还剩很多。小区群里有人已经吃完了家里的食物，开始在小区群里高价购买。我知道李婉婷已经私下加了这些人的账号，跟他们谈好价格后，就会把家里的食物全都搬出去卖给邻居。当初就是因为他自以为找到了发财之路，想赚钱证明自己不是废物，趁着我和爸妈睡觉的时候，高价把我们囤的年货全卖给了别人。好人他来当我们挨，最后害爸妈饿死，我也饿得没有抵抗的力气，才会任由他宰割。这次我抢在了他前边，趁着他在厕所的功夫，把他藏在房间里的食物全都搬了出来。那是他准备跟我们装清高，不吃嗟来之食而准备的几箱泡面，还有一大堆零食。我搬出所有泡面和零食，在群里艾特大家，家里没食物的来我家门外领，多的可以分大家一点，免费。有了我这免费的，谁还愿意花高价买食物？等李婉婷上完厕所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最后一包泡面也被人拿走了。她看到了群消息，但不知道我免费送的是她藏的那些食物，只怪我断了她的财路，劈头盖脸的指责我。江离离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现在大家都缺吃的，你竟然把吃的都白送人了。我故作惊讶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危难时刻就该互相帮助嘛，难不成还发灾难才高价卖？平时表姐你不是跟街坊邻居挺好的吗？怎么现在见死不救这么刻薄？不然我告诉他们我表姐不让给，让他们还回来，再拿钱来买。当初他就是这副圣母样，拿着我们的食物卖给别人，还说邻居间就该互帮互助，说我和爸妈小心眼自私，跟我们当亲戚他很丢脸。这次角色互换，他却受不了了，气呼呼的翻了个白眼。我可没说让人家还回来，你乐意送就送，到时候饿肚子活该。他一向在邻居面前都是柔弱善良小白花正义使者的形象，当然不想破坏自己形象。再者他以为我送出去的是家里的食物，回头还得看他脸色过日子。结果回屋他就发出了尖锐报名，因为屋里的泡面和零食没了。他瞪着眼睛冲出来质问我，江离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拿我的东西送人，那都是我自己买的，你凭什么动？笑死，他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去卖高价，拿他的东西就开始跳脚了。我一脸坦然，你不是拿家里的钱买的吗？这些年你没工作不都是啃我和爸妈？再说你那些都是泡面和零食，吃了不健康，还是少吃点吧。当初家里只剩下他屋里那点泡面零食，爸妈让他拿出来大家一起吃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他把我们的食物卖给别人，在我们挨饿的时候端着泡面说那救命的东西不健康，让我们少吃点，还关在屋里悄悄吃，用衣柜抵着门，眼睁睁看着我和爸妈挨饿。最后爸妈将唯一半碗烂菜叶子汤留给我，双双饿死在屋里。等他们死了，他才出来假惺惺地说了一句，优胜劣汰，大自然规律如此，他们都老了，活路应该留给年轻人。这回我把家里剩下的食物都藏在了我的房间，我倒要看看大自然能不能淘汰掉他这个垃圾。李婉婷气得关在屋里绝食抗议，最后没人搭理她，饿得不行就出来偷吃的，吃的全都在我屋里，连冰箱都被搬走了。她连根烂菜叶都没找到，摸到我房间被我当小偷打了一顿。我打开灯，看着鼻青脸肿一脸怨毒的李婉婷，惊讶极了。我装的，是你啊表姐，我还以为是小偷呢。你说你大晚上偷偷摸摸来我房间做什么？他还在跟咱们冷战呢，当然不好意思说是肚子饿了来偷吃的。
狠狠地丢给我一句：江离离，你给我等着。看着他狼狈的背影，我冷笑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玩什么花招。他嘴硬，愣是靠着偷吃家里的剩饭剩菜，还有垃圾桶里的过期零食强撑，就是不肯服软。这孩子别饿出什么毛病。我妈态度很坚决，是要让他长点记性了。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偷偷给他留饭。爸爸没生了，那些剩饭剩菜就是他故意留的。我理解，那是他外甥女，看着李婉婷饿死，确实很为难。所以我打算让老爷子看看他外甥女的真面目。很快，咱们片区也停了电，进入寒潮不过半个月，外面已经彻底被冰封。我提前准备了发电机，供暖和照明没问题，还有炭火也足够多。便宜李婉婷那狗东西跟着享福了，但狗东西就是狗东西，永远不知道感恩。这次我有了防备，他没把咱的食物卖出去，还吃了瘪，一直怀恨在心。趁着我们睡觉，在群里告诉大家我们家有电有暖气，还有很多食物，还拍了我们一家人的饭菜发到群里。过去半个月，很多人家里都断粮已久，饿得眼睛发绿。他告诉大家可以交完钱进来自取，10万一个人买断，卖完截止。只要有个几十万的，还可以留在屋里抱团取暖，一起度过寒潮。一个敢要，一个敢给，那些人为了活命，愿意倾家荡产。很快争先恐后前来排队占名额，生怕慢了有钱也进不来。看来李婉婷不是没脑子，她只是比较喜欢坐享其成，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已。这要是让她成功了，寒潮过后直接秒变富婆啊！群里那些人一个劲的夸她心地善良活菩萨，骂我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生死，骂的那叫一个脏。说我们都在一个家里长大，却不如她善良，天差地别。李婉婷蹑手蹑脚出去开门，结果发现新装的防盗门除了电子锁外，还上了2把大锁。当初就是为了防她从里面开门，所以我在外面多装了一层防盗门，又多加了2道锁。发现门半天没打开，外面又饿又冷的邻居们开始抱怨连天，哐哐踹门。几个意思啊？逗我们玩呢？钱都给了，骗钱是吧？开门不开门我们撞了啊！你们在家里有暖气有吃有喝过好日子，看着我们挨冻好意思吗？废什么话，直接闯进去，就是张嘴就是几十万，没钱还不能活了呗，咱硬闯就是了。一开始还在努力想要开锁的李婉婷被那些人给吓到了，我在门口看得只想笑，这个蠢货。寒潮半个月，在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，人性早就没有了。他真以为人家会乖乖交钱给他，听他指挥，帮他教训我们？就他这吃里扒外的怂包德行，还想在末世称王称霸，当王八他。他害怕砸门声吵醒我们，慌乱的想要控制门外混乱的情况。你们别吵，交了钱的都可以进来。你砸门做什么？我记得你没交钱吧？不准砸。可谁会听他一个弱鸡的话？几个红了眼的男人连斧子和锯子都用上了。他吓得尖叫，想躲回房间，扭头就看到脸色难看的我爸妈和一脸冰冷的我。爸爸一脸怒容，你明知道家里就那么点食物，只够咱们家吃几天的，还敢做出这种事，就跟你爸妈一样货色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没错，李婉婷的爸妈是因为欠了巨额赌债，骗了所有亲戚的钱跑路才出车祸的，咱家也被骗光了家底，还要以德报怨养他这个坏种。这些年怕伤他自尊心谁都没提过，他还真以为我们家占了他多大的便宜。李婉婷原本还有些心虚，听我爸的话顿时满脸怨毒，你们拿我家的房子和钱还虐待我，现在还要侮辱我爸妈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一听这话，我爸对他这个白眼狼外甥女算是彻底失望了，怒吼道：好好好，我们不得好死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现在这情况，李婉婷哪里肯滚，死皮赖脸的躲回卧室，反锁房门当乌龟。她收了钱不吱声了，烂摊子还丢给我们收拾，我妈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。这群人真要冲进来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但他们进不来，门是定制的特殊材料，斧子和锯子根本弄不开。我不想被他们天天盯着睡不好觉，所以只能出面解决。看着外面拿着斧子和锯子的2个男人，我本能的恐惧发抖。当初李婉婷放他们进屋，拿我当食物和牲口羞辱，他们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恶名昭彰。寒潮来了之后，发挥出了十足的恶。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他们进屋，你们别费力气了，打不开的。我本来就打算把家里的食物给大家分一分，我本来说分好了之后让表姐给大家送过去，谁知道她会私下收大家钱啊？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等我分好之后会让表姐给你们送过去的。这些人眼睛发红，不信也不愿意走，像一头头野兽，只想破门而入，将我们吞吃入腹。2个凶狠的男人怒喝：骗谁呢？拿了钱就不认账，还想骗我们回去，想得美！等老子进来弄死你们2个小娘们！我冷着脸告诉他们，你俩狗叫什么？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你们能凑出来10万块，没给钱你叫什么叫？收钱的是李婉婷，跟我没关系。想要食物的回去等着李婉婷送上门，不想要的你们就继续砸。外面闹腾了一会儿，实在太冷了，他们顶不住，只能骂骂咧咧的退回去。人一走，李婉婷从屋里出来了，指着我鼻子就骂：江离离，你几个意思？你要把食物给他们，
还要我去送？你就是故意针对我，想害死我是吧？爸妈冷冷地看着他不吭声，没有要帮忙的意思。我冷冷道，收钱的不是你，不是你要拿家里的食物卖钱，你不送谁送？你要是不把事情处理好的话，你看那些邻居闯进来会不会打死你？都是因为你，咱们现在要交出食物保平安，食物就这么点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分了食物你也滚吧。李婉婷原本是不服气的，可突然眼珠子一转硬了下来。好吧，我去送就我去送。哼，他肯定又在盘算什么鬼主意。我给了爸妈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，进屋把冰箱里的食物和准备的年货全都搬了出来，就连瓜子儿也分成了数份。李婉婷跟个抄家的一样，在旁边监督，生怕我们藏食物，但她看都没看一眼布满灰尘的地下室入口，那里面都是她丢进去的破烂，她那脑子打死也想不到里面有满满当当的食物。分好食物之后，我留下3人份的，其余的交给了李婉婷，去送吧，只有这么多了。她麻溜的接过，裹得严严实实就往外走。爸妈一脸质疑，她能这么老实去送东西？平时让她干点啥跟要命一样。咱们把吃的都给出去了，食物吃完了可怎么过？我开着门，故意叹了口气，不给怎么办？她这么一闹，他们不会放过咱们的，就当是消灾了。咱们的吐槽李婉婷全程没搭腔，一点也不像她那炮仗性格。直到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她冲我们露出了一个恶毒又得意的笑容。外面2个埋伏已久的黑影伺机而动，想要冲进来。我淡定一笑，手里的遥控器一摁，门上瞬间通电。李婉婷和那2个男人瞬间被电晕在了地上。早就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李婉婷还真以为就她有脑子。爸妈吓得魂儿都快飞了，连忙帮着我把人都给揪了出去。重新关上门后，他们懊悔的要死，当初就不该收养那个混账东西，竟然联合外人害我们。要不是李儿长了个心眼，咱们一家子可就都栽他手里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安慰二老，白眼狼扫地出门，以后咱们可以安心睡好觉了。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刻，就是李婉婷噩梦的开始。那2个男人跟李婉婷从中学开始就认识，他们一起出去抽烟喝酒打架，跟一群大男人去酒店睡一个房间。后来虽然断了，但阴差阳错又住在了一个小区里。当初他是故意把人放进来的，今天也是跟他们串通好来抢夺食物霸占房子的，还以为找2个恶徒就能保住他，蠢货！这种时候谁还会跟他谈感情？我倒要看看这次没有足够的食物，那2个男人还会不会让他活到寒潮过后。门外的3人被冻醒时，我和爸妈藏在房间里吃火锅，热得冒汗。他们在门外破口大骂，但没敢再砸门。我直接在业主群里发了李婉婷带食物出门的视频，告诉大家她已经把食物都带走了。至于我们家还有电的事儿，我告诉他们只有太阳能光板也被李婉婷带走了。为了做的逼真点，我们关了灯，他们进不来不信也得信，群里直接炸了锅。没等到食物之后，就开始满世界的找李婉婷。我告诉他们李婉婷和那2个男人串通想要抢劫的事，还故意在群里猜测他们不会是拿着食物跑路了吧？家里就那么点食物，全都给他们了，到嘴的食物飞了，他们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为了一口活命的粮食，家家户户都拎着菜刀和工具去找李婉婷和那2个男人。我放下手机，开心的烫了片毛肚。爸妈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，不敢置信那废弃的地下室是什么时候堆满了食物的。我给他们加了一些牛肉，是我提前囤货的。你们安心吧，寒潮3个月就会过去，食物够咱们吃的了。爸妈没问我为什么知道寒潮会持续多久，也没问我为什么会提前预支囤货，只是红着眼睛吃着牛肉，满眼愧疚。他们觉得作为父母没能为我遮风挡雨，反而还要靠我庇护。又想到从小到大要我让着李婉婷的那些委屈，现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但我知道他们很爱我，只是有时候太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比如在寒潮时期，善良屁用没有。群里已经有些人失去了消息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手机没电了。从还活着的人那里得知，他们没有抢到李婉婷带走的食物。那2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杀了好几个人，其他胆小的就不敢再去了。现在整栋楼安静的要死，群里都是求救求要求食物的。爸妈没事干看着手机叹气，老李的孙子才5岁，现在高烧没药怕是熬不过。要不我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，你们想好，一出这个门想回来就难了。爸妈立马吓得闭了嘴。我再次警告他们，玩手机可以，不要在群里说话，看不下去就别看。末世先死圣母，这个好人你们当不了。这些人死不足惜，也不配吃我给的东西。以前再好的邻里关系，在寒潮的3个月里也都变成了仇人。当初爸妈饿死的时候，没人肯给一口汤，我被人虐待折磨那么长的时间，哀嚎声整栋楼都听得见，可有谁救过我？最后尸体也被吃光了，只剩下我还有一口气。甚至还有人在群里求着他们赏一块我的肉，喝一口用我肉煮的肉汤。今天这门但凡打开，只能是引狼入室，我不会拿自己冒险。爸妈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干脆关了手机，不再看群里那些卖惨的消息。我无所谓，
每天都拿着手机吃着美食在群里看幸存者们的动态，今天吃牛排，明天吃海鲜，淡了就在整个火锅打打牙祭。意外的是李婉婷现在还活着，也对，毕竟她带了那么多食物出去嘛。李婉婷现在还活着，也对，毕竟她带了那么多食物出去嘛。那2个男人笼络了这栋楼的其他几个壮汉，现在称王称霸，挨家挨户的搜食物和药品，一个不高兴他们就动刀子。但1个月过去，他们搜刮的食物和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，毕竟是一群男人，想吃饱的话，对食物的需求量很大。在可能找到食物的情况下，他们当然不会愿意碰那些硬邦邦的尸体，而且我们家一直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。他们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还活着，已经摸过来好多次，现在没食物了，开始守在门口，想办法闯进来。妈的，这是你家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密码？门外是李婉婷惶恐的哭声。我真的不知道，门是江里里那个贱人换的。别打我，他要是没死的话，肯定还藏着食物，咱们进去肯定能找到吃的。别打我，他要是没死的话，肯定还藏着食物，咱们进去肯定能找到吃的。门外噼里啪啦吵的人睡不着，我直接给他们一套电疗。李婉婷惊呼道：看吧，我就说那个贱人还活着，他肯定偷偷藏吃的了。我立马把手机里吃火锅的图片发到了群里，被你猜对了，我藏了很多吃的，可惜你没有那个口福了，非要跟小黄毛出去吃苦。有电的手机在那2个恶徒手里，看到信息后揪着李婉婷就是一顿打。他妈的，你们家藏了这么多吃的，你就拿出来那么点，你要是打不开这个门，今晚老子就拿你涮火锅。听着李婉婷的哭声，我心里无比畅快。我怎么会让她日子好过呢？时不时就在群里发一些美食照，这都是这些天咱家吃的饭菜。群里发一些美食照，这都是这些天咱家吃的饭菜。我都胖了，这些照片够李婉婷喝一壶的。没多久，她就出现在了门口，一边敲门一边嚎。她爹妈死了的时候都没哭得这么惨过。舅舅舅妈，表妹，我错了，他们要打死我了，求求你们让我回家吧，我再也不任性了，再也不离家出走了，求求你们开门啊！爸妈直接躲进房间，眼不见为净。我走到门口，看着监控里躲在楼道的一群黑影，心下冷笑，果然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装出心软的样子，表姐，你要是知道错了，我也不是不能让你回家，但你不会再帮着外人害家里人了吧？他看了一眼楼道的方向，面露恐惧，鼻青脸肿的一顿狂点头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快开门吧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快开门吧。我相信他是真想回家，也是真后悔，但现在的情况，他也是真想卖了我们一家3口。我故意拿了一块生肉从上锁的小窗口丢了出去，我还是不能信任你，只能给你一点吃的。李婉婷不知道饿了多久，看见生肉抓起来就想啃，躲在角落那群人看见吃的也顾不上躲起来了，蜂拥而上就为了抢那一块肉。看着他们抢着吃生肉的样子，我有些恶心，隔着门故作生气道：李婉婷，你果然又在骗我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一口肉没吃到的李婉婷满脸绝望，被打到变形的脸越发狰狞，拍着门破口大骂：江离离，你不救我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，你们都欺负我，我爸妈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，小心他们找上门，小心他们找上门。我嘻嘻一笑，他们会不会找我算账我不知道，你应该很快就会跟你爸妈团聚了。他看着那群为了一块肉争红了眼互相砍杀的男人，吓得缩成一团。打不开这扇门，食物吃光的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，他比谁都清楚。看样子他们已经尝过人肉的味道了，不然李婉婷不会这么害怕被做成火锅。也是，那些食物他们根本撑不到1个多月，现在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呢，他们可真难熬。我从门窗里丢了一只小鸡出去，在他们争抢的时候提醒道：寒潮还有很久，食物吃光你们可就会被饿死了，食物要吃新鲜的，你们可以养着慢慢吃。当然我说的不只是小鸡，就像当初李婉婷没把我当人一样，他们不肯放弃破门，在外面折腾了几天，每次都是被电了才老实，随后耗尽力气也没办法进来，每次吃了瘪他们就拿李婉婷撒气。一开始留着他的命只是为了骗我们开门，现在确定他没用了，那他也就失去了价值。被他选中的2个男人最终把刀伸向了他，他吓得像待宰的过年猪一样哀嚎挣扎。你们忘了当初是谁给你们偷食物的吗？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放开我，我再去敲门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放过我吧。寒潮过去2个月，整栋楼安静的可怕，李婉婷的惨叫声时不时的传出来，是那些人故意让我们听的，指望我们会受不了打开门放他们进来。我才知道原来我当初叫的那么绝望啊，可当时李婉婷就在旁边看着，连给我个痛快都不肯。在1个星期过后，李婉婷已经叫不出来了。我打开门上的小窗，他们立马拖着李婉婷出来，让我看她的惨状，希望我会心软开门。她浑身鲜血，没有一块好肉，坑坑洼洼全是洞。他们人多，她比我当初还要惨，这样下去可活不了几天。李婉婷绝望地看着我恳求：杀了我吧，给我个痛快。我一脸不忍地叹了口气，丢了1盒消炎药和止血药出去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怎么能自暴自弃呢？表姐，你要撑住啊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只要你撑过寒潮就能活下来了。李婉婷满脸怨恨又翻脸了，
江离离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恨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不是为他好吗？他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我不过是把他当初说给我的话还回去而已，怎么就生气了呢？他当初说给我的话还回去而已，怎么就生气了呢？我还给了他2盒药呢，到底算他命不好，没能活过寒潮，也没我当初活得久，半个月就咽了气，还浪费我2盒药，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。其实那群恶徒靠着李婉婷勉强能撑到寒潮结束的，但他们不知道啊，开始疯狂的自相残杀，就为了多获得一些食物。不得不说，那2个恶徒是真的恶，竟然活到了最后。他们每天吃饱了就会像丧尸一样在我门外转悠一圈，冻麻了又缩回去。可惜直到寒潮结束，他们都没能打开我的门。通讯慢慢恢复，搜救工作逐渐展开。在被人救出去的那一刻，那2个恶徒哭得很大声，他们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看着无辜极了。救援队的同志敲开我家门的时候，十分意外我们一家竟然好好活着。救援队的同志敲开我家门的时候，十分意外我们一家竟然好好活着。我告诉他们，只是因为无意间囤多了一些年货而已，所以才侥幸活下来。至于加固门窗，这又不犯法。面对恶徒们上门抢劫，不开门也不犯法。还有李婉婷，他私吞我分给邻居们的食物，自己跑出去的，还想跟别人联合害自家人。对他的遭遇，我表示很遗憾。我顺便提供了一段监控视频给他们，那2个恶徒在门外行凶的时候，全都被拍下来了。他们以为躲过了天灾，靠着捐款又能过回正常人的生活。可是凭什么呢？他们只配带着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，等待正义的审判。可惜没等来正义的审判，他们就受不了精神崩溃自杀了。听说是生生咬下了自己的肉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失血过多而死。电视上播放着某富二代慈善家捐下巨额款项的事情，还有褒奖寒潮期间帮助他人的好人好事，一片祥和。只是这次富二代的身边没有李婉婷的位置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同样捐款很多的白富美。看起来顺眼多了。寒潮退去后的第一个春天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解冻的城市街道上，融化的冰雪汇成细流，冲刷着3个月来积压的污秽与罪恶。我和爸妈站在自家门前，看着救援队清理楼道里的残痕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。当初被救出来时，我们一家的状态让所有人都惊叹，没有饥寒交迫的憔悴，反而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面对记者的追问，我只笑着说是爸妈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囤足了物资，又加固了门窗，才在这场灾难中侥幸存活。至于李婉婷和那2个恶徒的下场，我如实陈述了他们的恶行，再加上监控视频的铁证，没人会怀疑这是一场正义的因果循环。那2个恶徒自杀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院子里给爸妈种的花浇水。春风拂过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我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他们或许到死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熬过了天灾，却逃不过自己种下的恶果。那些被他们伤害过的人，那些被他们当作食物的冤魂，终究化作了他们精神上的枷锁，让他们在无尽的恐惧中走向毁灭。日子渐渐回归正轨，城市在重建中焕发新生。爸妈注销了原来的房子，用我这些年创业攒下的钱，在郊区买了一套带大院子的独栋别墅，远离了曾经的是非之地。他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，每天种种花，养养鸟，过上了安稳惬意的生活。而我重新打理起了自己的小公司。寒潮让很多行业遭受重创，但也催生了不少新的商机。我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之前积累的资源，迅速调整了公司的业务方向，主打应急物资供应和智能家居安防系统。因为亲身经历过末世的凶险，我设计的产品更贴合实际需求，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。公司规模也在短短半年内扩大了好几倍。这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助理突然敲门进来，递过来一份邀请函。江总，这是市慈善总会发来的晚宴邀请，请您作为青年企业家代表出席。我接过邀请函，看到落款处的联合主办方时，眼神微微一动，其中就有那个曾经看上李婉婷的富二代所属的集团。想来是那场寒潮让他看清了所谓圣母的真面目，如今换了合作伙伴，倒也算是迷途知返，替我答应下来。我淡淡说道。晚宴当晚，宴会厅灯火辉煌，衣香鬓影，我穿着一身简约得体的晚礼服，挽着爸妈的手臂走进会场，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。经过这场灾难，我们一家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拿捏的普通家庭，我的公司声名鹊起，爸妈也因为当初在小区里从未主动伤害他人、坚守底线的行为，赢得了不少人的尊重。江小姐，久仰大名，一个温文尔雅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回头看到一位穿着西装、气质儒雅的男人，正是那家集团的现任总裁沈慕言。他不同于一般的富二代，眼神清澈，带着几分真诚。沈总客气了，我礼貌回应。不同于一般的富二代，眼神清澈，带着几分真诚。沈总客气了，我礼貌回应。沈慕言笑了笑。当初寒潮期间，我曾误信他人，险些酿成大错。后来听说了江小姐一家的遭遇，还有您应对危机的智慧和勇气，实在令人敬佩。他口中的他人，自然指的是李婉婷。我没有接话，只是淡淡一笑。有些过往不必深究，也无需多提。沈慕言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态度，转而说道：
贵公司的应急产品我很看好，不知道江小姐有没有兴趣和我们集团合作？我们想把这些产品推广到更多地方，让更多人在面对灾害时能多一份保障。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。我和沈慕言详细交谈起来，从产品理念到合作模式，越聊越投机。爸妈在一旁看着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。那人衣衫褴褛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浑浊。正是当初和李婉婷一起作恶的恶徒的一个同伙。他当初因为被那2个头目抛弃，侥幸活了下来，却成了疯疯癫癫的流浪汉。食物，给我食物！他嘶吼着冲向餐桌，状若疯魔。宾客们吓得纷纷避让，保安立刻上前想要阻拦，谁知那人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挥舞着喊道：都是你们，当初见死不救，现在却在这里山珍海味，我要杀了你们！眼看他就要冲到一位老人面前，我毫不犹豫地拿起旁边桌上的红酒瓶，快步上前，精准地砸在了他的手腕上，水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那人吃痛，惨叫一声。我趁机上前，反手将他的胳膊扭到身后，动作干脆利落。这3个月的末世生涯，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自保，也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反应力。你清醒一点，我冷声道。当初不是别人见死不救，是你们自己选择了作恶，烧杀抢掠，以人为食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。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那人头上，他挣扎了几下，突然瘫软在地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可是我饿啊，我不想死。保安趁机将他带走。会场里渐渐恢复了秩序，宾客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敬佩和后怕。沈慕言走上前来，关切地问道：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摇摇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这种人终究是活在自己的执念里，害人害己。经过这场小插曲，晚宴的气氛虽然有些凝重，但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应急准备的重要性。我和沈慕言的合作意向也更加明确，当场就签订了初步的合作协议。晚宴结束后，爸妈拉着我的手，一脸骄傲：梨儿，你真的长大了，越来越能干了。我笑着挽住他们的胳膊：爸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们。回去的路上，车窗外的城市夜景灯火璀璨，我看着这繁华的景象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的噩梦如同一场冰冷的寒潮，席卷了我的人生，夺走了我至亲的生命。但重来一世，我不仅守护了爸妈，还亲手惩治了恶人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几个月后，我和沈慕言的合作项目正式落地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应急知识普及活动，免费发放应急物资手册，还捐赠了大量的应急设备给偏远地区。我的公司也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企业。我本人也被评为年度青年榜样。又过了1年，我和沈慕言举行了婚礼。婚礼简单而温馨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只邀请了亲朋好友。爸妈看着我穿着婚纱的样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沈慕言握着我的手，眼神温柔而坚定。梨儿，往后余生，我会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家人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婚后，我们一起打理公司，一起做慈善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幸福。我们在全国各地援建了多所应急避难所，还设立了专项基金，用于帮助那些在灾害中失去家园的人们。闲暇时，我会和爸妈、沈慕言一起回到郊区的别墅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、喝茶，看着院子里盛开的鲜花，听着鸟儿的鸣叫。我常常会想起上一世的悲惨遭遇，如果没有那场重生，我恐怕早已化作寒潮中的一缕冤魂，而爸妈也会落得饿死的下场。但现在一切都变了，我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，还守护了最爱的人，并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了更多的人。这场寒潮是一场灾难，也是一场考验，它让人性的善恶暴露无遗，也让我学会了坚强、勇敢和珍惜。